程磊的眼神像护妻狂魔，这一刻甜到网友心脏停拍，甜到超标的一瞬。灯光柔和，舞台并不刺眼，像是一片平静的海面，恰到好处地折射出两位年轻演员的神采。他缓缓转头，动作仿佛被无形的丝线牵引，眼角溢出笑意，轻声喊了一句小比。那一刹那，观众席骤然沸腾，像浪潮般从四面八方扑来，连幕后工作人员都忍不住交换笑容。他先是愣了半秒，心口像被人轻轻一捏，随后垂下眼帘，抿唇忍笑。那份藏不住的雀跃，像春天里破土的新叶，轻轻却势不可挡。隔着屏幕，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份甜意，两个字写下了关系的注脚，也让两颗心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温柔的拥抱。昵称的魔法，小比到底比了什么？小比到底比的是什么？有人说是比心的比，有人说是比翼的比，还有人笑称是比重要一点点的比。名字是钥匙，而昵称就是挂在钥匙上的柔软挂饰。他捧在手心有温度，叫出口自带笑意。一个独有的称呼，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出来，凑成一个只属于彼此的小宇宙。那一声呼唤，不需要解释，亲昵就是最响亮的标注。观众真正心动的，不是词语，而是词语背后持续不断的在乎。默契从哪里来？同频共振，再同频。这种默契不是台词里写的，也不是镜头里剪出来的，而是一次次并肩而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。采访时，他下意识把话筒递向他，他接过时点头致意，再顺势补充观点。走位时，他往内侧退半步，把最好的光位让给他。他紧张时，他一个眼神就能稳住他的心。这份默契看似安静，却比任何喧嚣都珍贵。你以为这是糖，其实是专业与体贴沉淀出来的甜；你以为是巧合，其实是长期相处后的自然反应。小比背后的温柔，舞台成了安全区。舞台灯光再耀眼，也可能让人心慌。他回答问题时偶尔紧张，他低声轻嗯一声，替他稳住节奏。强光刺眼时，他会微微侧身，替他挡去一部分光。他笑得忘了收麦，他用一个小手势提醒。温柔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宣言，而是把我在悄悄安放在细枝末节里。在他需要的每一刻，总有人替他撑起一把不显眼的伞。而这把伞，不只是保护，更是尊重，让他能够自由自在地做自己。水下戏的注脚，我先试试。拍摄那场水下戏时，大家都担心他会不适应。他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率先开口，我先来试试。冰冷的水，刺痛的眼睛，呼吸和镜头总是对不上节奏。他一遍遍地练，憋气的时间，睁眼的角度，上浮的姿势，甚至连气泡溢出的轨迹也反复调整。等他下水时，一切顺畅了许多。镜头里他们是角色，镜头外他是他的后盾。专业与体贴在水下握手，把风险与不适揽在自己身上。甜梗为何有力量？糖是入口，真诚是余味。一句小比，如果只是为了博眼球，很快就会被风吹散。但它背后有让座、递水、补位、守护的细节，构成了一条条证据链。糖是入口，真诚是余味。笑过之后，心里留下的是更柔软的相信，人与人之间的好意，值得被珍惜，也值得被模仿。CP 文化的另一面，磕的是互动，守住的是分寸。磕不等于越界，喜欢他们的互动，是因为从中看见了尊重、专业与善意的流动，而守住边界，是粉丝文化里最温柔的底色。不要把私生活当剧本，不要用幻想替现实做判决。支持应当写进作品与舞台，祝福应当留在观众掌心。健康的喜爱，让应援成为光，而不是噪点。因为真心，所以懂分寸，因为懂分寸，这份真心才会更长久。从称呼到故事，2个字，走过4季。春天的路演，风吹乱了他的发丝，他示意摄影师稍等，伸手为他整理。夏夜的红毯，汗光闪烁，他递上一张纸巾。秋日发布会，
闪光灯如暴雨，他微微偏头替他挡去强光。冬季室外采访，寒风凛冽，他将外套的一角轻轻往他那边拢了拢。你看，一个真诚的称呼能把一年四季串联起来，不是口头禅，而是持续发生的温柔证据。年轻演员与成长，被看见之后的打磨。被看见是幸运，被记住是实力。热度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谁也不能只靠流量站稳。于是他们把时间花在练台词、练身段、钻研角色，把镜头外的合作当作下一次更好的彩排。他们清楚，叫好不等于长久，长久必须靠作品说话。越被喜欢，就越要对得起这份喜欢。台前与幕后，专业是玫瑰的根。浪漫的花朵，背后是无数次的重复与训练。台词的停顿、走位的角度、镜头的推进，都要练到肌肉记忆。他在动作戏前反复练习力量与柔韧，他在情感戏前梳理角色脉络，把情绪的起伏标在心里。玫瑰的香气属于观众，但根须扎进泥土里，吸收的是汗水与耐心。于是，台前的甜才不会轻浮。网友的热度，热闹之外的清醒。热搜可以让更多人看见，但不能替人判断。我们可以热情分享，但也要理性辨别，可以表达喜爱，但不能制造恶意。不要用不确定的信息去伤害别人，更不要把偏见当作判词。温柔也需要被守护。每一次围观都应该是善意的回声。广西现场的记忆，风从绿树里吹来。那次在广西，空气清新潮润，场外观众排队成弯月，场内灯光把故事拉近现实。当地的观众热情却有礼貌，举着应援牌却不喧哗，记者提问把握分寸，工作人员井然有序。每一次舞台都是城市给予的拥抱，每一次真诚互动都是城市记忆里的光。风过树梢，心也随之安放。被看见的善意，你是我毫无保留的搭档。他说过，很多时候是他让我更踏实。他也回应，有他在，很多事就不怕了。这不是腻味的告白，而是队友之间的确认。最甜的糖是互相成就，最稳的心动是一起成长。舞台不是个人的，而是共同的。给观众的情书，请把热爱活成日常。如果一句小笔能让你嘴角上扬，不妨把这份温柔带回生活，对父母更耐心，对朋友更及时，对同事更体贴。在日程里留一格给重要的人，在生活里点一盏灯，照亮心底的在乎。爱从来不是夸张的誓言，而是每天的计划与努力里都有对方的位置。至未来，每一个下一次都值得期待。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在哪里，但可以肯定，只要他们把专业当底线，把善意当语言，把彼此当队友，把观众当朋友，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惊喜。或许是一句轻声呼唤，或许是一场更默契的合作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愿意在屏幕这端默默微笑，因为懂得，所以期待。观众的方法论，不做围观者，做参与者。做参与者，不是闯进别人的生活，而是把被他们点亮的温度带回自己的世界。当观众选择更好的方式去生活，喜爱就不再是一阵风，而会成为文明的底色。小笔是一束光，这束光不刺眼，却温暖。它照见了年轻演员的职业姿态，照见了团队的默契，也照见了粉丝文化里最柔软的一部分。愿我们在更多的舞台上看见他们的成长，看见更好的作品，也看见自己在悄然间变得更温柔，更坚定。当欢呼落下，余温仍在；当灯光熄灭，心里的光不灭。因为有爱，就有方向；因为有方向，等待才值得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这段故事让你也不自觉轻声念出一句小笔，请点个赞、转发、订阅支持，并在评论区聊聊。你最喜欢他们哪一次互动？你心中理想搭档的样子是什么？你希望下一次路演活动能看到怎样的惊喜？你的每一条留言都是继续创作的动力，你的每一次关注都会让温柔被更多人看见。